我们要离开天启城了，来和琅琊王告个别。或许你们不该杀死萧勇，此事有很多种解决办法，可你们选择了最无法挽回的一种。别人都说我是个疯子，我这兄弟其实也是。琅琊王殿下，或许暗河的彼岸并非最初我们期盼的那样。我们想成为的，是可立于光明之下的人，并非权力斗争下的棋子。萧勇若去了青天剑，在国师启天辰的浮沉之下，很难再寻机会。可萧勇死了，很多事情会变得很麻烦。或许在从前，暗河立于黑暗之中；或许在未来，暗河仍无法行走于光明之下。可至少在此刻，我们拥有属于自己心中的正义，而在这正义之中，骁勇当死。下次若再敢拿我们当棋子，可休怪我们成为下棋者。我和昌河会回到暗河，以后会走属于我们自己的路，彼岸终会到达。无论过程有多艰难。好，那希望我们再会的时候，不会是敌人。可我们也很难成为朋友吧？走了。国师，大皇子萧勇在来青天剑的路上被人给杀了。谁动的手？我只见过其中一人，当年来过青天剑之外，被国师您一道皇符给打退了。或许当日是我狭隘了。这位苏家主是值得一见之人。鱼，怎么了？会后悔吗？我们努力了这么久，可那一剑之后，还是回到了原点。琅琊王帮不了我们的，他马上就要死了。他想在死前为自己在意的人铺好路，可是他所在意的那些人，要走的却是和我们截然不同的路。这天启城的大乱才刚刚开始。不过，那和我们暂时没有关系。的世界有难舍的执念，欣喜将自己丢却，还好有爱人间半年月。曾用一极地地狱，可见光明。外明吹灭，一生的风雪会一生注定归绝。云雾皆散，得见明月。下。
两人就这么一同朝前狂奔着，似乎此行没有终点，而亦没有归途。彼时，距离暗河下次踏入江湖还有8年，而距离苏沐雨和白鹤怀的重逢，则还有整整12年。谁先了？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，梦到一些很久以前的事儿。邪魔外道，无尽无身。不过是些魔障，看我一剑斩了你们！大家长，人在虚弱时，邪气便会找机会侵染人的身子。做噩梦是正常的事，大家长不必担心。大家长可还安好？毛头，是。神医啊，你此生救过多少人？这我哪里记得得？加上唐二老爷，我此生杀过832人，很多人，我甚至不记得他们是谁，但心底里总会有一个声音告诉我，那是我杀过的人。其实我不怕这样的梦。当他们出现的时候，我会拿起手边的剑，将他们斩杀得一干二净。我既然杀得了他们一次，那么自然我能杀得了他们第2次、第3次。无论是梦境还是现实，都不会有任何区别。但这一次，当我拔剑的时候，发现手里的剑已经断了，需要让沐雨快些回来。难道大家长就不害怕他在这个时候背叛你吗？不会的。坐了许久的马车，累了。小长伙，你这个样子能追到营，
你到底是什么安排啊？追得上。大家长此行北上，无非就是想拖延时间，按照他的手段。老爷子有没有事儿我不确定，但是我们这一批跑腿的，定是要被他清算。所以在我这儿，大家长必须死。然后呢？我对于苏沐雨的安排，应当已经到了，让他见见几个故人，拖延一下他追上大家长的时间。驾！驾！驾！昌黎，宇哥，好久不见了。昌河派你来的？啊，是大哥让我来的。他说让我拦住你，实在不行，就哭到你心软。他是不是觉得我不会杀你？他自以为能猜透我的心，可我杀过这么多人，我也有无法控制住自己杀心的时候。若我想杀你，你早就死了。驾！宇哥。老师，你口中的老师这2个字，放在我的身上，我可不敢当。苏芷先生，许久不见了，苏沐雨。昌河为了拦住我，居然把你也请来了。不必怪昌河，是我自己想来的。我想此事之后，或许我们便没有相见的机会了，就自请来此见你一下。顺道下一局棋。我在赶路，没有时间。若有机会再见先生。回到暗河，我定去藏书阁拜会。若我没有做到让你下完这局棋，昌河或许会杀了我。先生来此，是想劝我和昌河联手。你们是暗河这100年来最不可思议的搭档，一起联手破过许多危局。这一次，我相信你们一样可以做到。我听昌河说，4年前你们做过一个决定，他当上苏家家主，你当上大家长，成为执掌暗河的新主人。那他有没有说过，我并没有回答他的决定？大家长他值得你这样做吗？这个问题的答案重要吗？沐雨，当你用一个问题来回答另一个问题的时候，就代表你的内心并不坚固。可这问题没有答案，只有选择。我在苏家待了将近10年，昌河与我更是从同一座炼炉当中走出来的师兄弟。准确地说，我们都是家人。昌河那样的人，可不会把老爷子他们当作家人，他只是把你当作家人。可如今我是魁，我的父亲曾教过我，
承诺是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。先生，您也说过，没了承诺，收了钱的刺客便会因为更多的钱而转头去杀自己的主顾。那么到最后秩序变乱了，刺客便没有存在的理由，暗河也没有存在的必要。你很聪明，但有时候太过于执拗了。已经沦为杀人的棋子，若心中还不存在点执拗，那么活着也像是死了。先生，你败了，告辞。宇哥，你赢不了的。三家家主对大家长这个位置觊觎很久，这个机会他们不可能放过。即便大家长最后把生医好了，他们还是会不惜一切代价把他杀了，这是个必死之局。即使死局，那么长河他到底想做什么？他想改变暗河，跨过暗河，便能到达彼岸。彼岸之处不再是长夜，而应有光明。和我们联手吧。大哥的意思是，让大家长在一个合适的时机死掉，死之前他把绵龙剑传给你，你执掌暗河，而他则去扫清苏家的障碍，成为苏家家主。到时候其他两家再有不满，你们便联起手荡平暗河。宇哥，抱歉，我有我的选择。大哥说了，若你拒绝，那他就自己当这个三家之主，到时候不管谁挡在他面前，他都会杀死，包括你，他这一生最好的朋友。沐雨，道阻且长。行，则将之。驾！先中毒，再解毒，以身试毒。倒是有种不疯魔不成活的意思。只是我不太明白，为了几张银票，神医愿意为我以身试毒？自然是不愿意啊，我又不傻。不过我有一个办法，既能感同身受的了解大家长体内的毒，但同时又不会死。什么办法？移魂大法。药王谷的秘术移魂大法，若是一旦对某人施用此法，就能和他无感共识。他的过往和此刻的想法，都无法逃脱施用者的眼睛。若是遇到意志薄弱者，甚至能彻底占据他的意识。我初听到此门功法，还曾感慨，这哪里是医术，分明是邪术。确实，医者行医，治的是人身体里的毛病，而移魂大法却能治人心病。不过我这次对大家长施用移魂大法，为的是彻底去除你体内的毒。至于大家长你心里想的那些嘛，我可以试着不去看。若是一旦施用移魂大法，那我的性命自然是全在我白鹤怀的掌控之中了。届时只要我想，可以随时杀死大家长。我想试试。大家长能活几日就让他活几日吧，反正我们抓紧时间找机会，先把那小神医给杀了就是。
大家长和那个圣医有地质摄效保护，你那么有信心？我派人传了封信，去向了北面那座皇城，里面有一个人出身唐门赫赫有名，是唐二老爷最亲近的弟子。九江琵琶亭内3道暗器震惊天下，是可以与司空长风、百里东君等人齐名的高手。唐灵月。我不知道大家长为什么要杀唐二老爷，但我知道唐二老爷死了，最想报仇的人一定是唐灵月。护送大家长离开，快！是。难得有片刻喘息，又要赶路逃命了。等你治好我，便无人敢来了。找到你们了，暗河。龙须真，你是唐门的人？唐门，唐连月。唐连月，原来是天启城4守护之一的玄武使啊！我要找的人不是你。你们大家长在哪？我要见他。纵然你是玄武使，但这里一不是天启城，二我们暗河也不听朝廷的指令。大家长岂是你说见就能见的？我并不是以天启城玄武使的身份来的，是以唐门弟子的身份而来。你们暗河的大家长杀了我们唐门的二老爷，这笔账我来负责清算。这个消息，玄武使是怎么知道的？如果是子虚乌有的事儿，那该如何呢？想必你们大家长早就走了，留你在此处断后，与我说这么多，不过是想拖延时间罢了。想走？接！这样精妙的暗器手法，这就是白秀堂冠绝榜上数1数2的高手吗？荧惑纸蝶和幽冥珠，你是暗河木家蜘蛛女。我不喜欢这个代号。小伎俩，你以为以荧惑纸蝶为掩盖，让这幽冥珠悄悄接近我，你毒丝偷袭，我就不会发现吗？真是自以为聪明的傻子。你在幽冥珠里放了什么？自然是霹雳堂雷家的霹雳子了。你怎么会有雷家的霹雳子？早年执行任务路过霹雳堂，很多雷家的少年郎都曾拜倒在我的石榴裙下。当然是他们双手奉上来，讨我欢心的。不过，我跟你说这些做什么？
子点灯，阴魂索命。可曾记得昔日的人，也差点做这点灯的筒子。穆家穆英真，你敢与我动手，是想叛离暗河吗？是吗？可我得到的消息是你暗算大家长，意图谋反。我来此杀你，是奉家族之命救出大家长。看来穆家还真是一片忠心啊。素闻纸伞鬼苏沐雨最强的剑法乃是18剑阵，可看你现在这个架势，似乎是觉得我没有资格同时见识你那18柄剑了。你确实没有资格。当年本该是你去的，可苏昌河代替你做了这点灯的少爷。按照我的计划，他们应当都要死掉，可他却被你救了。我想我明白为何他要替你。如果当年点灯的人是你，你必死无疑。实在没想到，苏家赫赫有名的纸伞鬼，从尸体遍地的炼炉中爬出来的无名者，如今的朱影首领魁，居然是一个心存善念的人，舍不得对孩子下手。你的剑并没有想象中的快，是吗？不可能！我明明挡下了那一剑。这世间我想杀死的人不多，但可惜，你便是其中之一。别怕，先找个地方和你的同伴们躲起来。这场纷争怕是要持续很久。
看来天启城的守护使也不是那么难对付。我们唐门并不怕雷家堡，所以我也不怕你的霹雳子。你再动，我便只能杀了你。听说玄武使的指尖刃上沾过一位王爷的血，怎么现在杀起人来，却这般犹犹豫豫的？我不想杀人，即便你是暗河的。哦，我还以为是玄武使怜香惜玉，舍不得动手呢。傻瓜。早就听说暗河穆家精通各种鬼术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如此。九江琵琶亭，唐门唐连月，3道暗器名扬天下，我对玄武使也是敬仰已久。方才我便不该对你留情，中了你的媚术。媚术？什么媚术？你既知道我在九江琵琶亭内以3道暗器名扬天下，那么你知不知道这3道暗器是哪3道？坊间倒是有传说，3道暗器都是你自创的。至于是哪3道，还未曾听过。不必听过，你马上就要见到。别乱动，再动，我的那些蜘蛛就要将你吐成一个冰人了。再搭上一些幽冥珠，保证你被炸得尸骨无存。那便试试。这便是当年那3道暗器中的第1道千道精明。你又有什么把戏？真的要杀我吗？同样的媚术，第2次不会再有任何的作用。告诉我你们大家长此行的目的，我留你一命。我都说了，我不会什么媚术。如果你心若是有动，那便是真的心动。妖奴，胡言乱语！哎，等等，你能不能换一道暗器啊？什么意思？这么多针一起扎我，死的未免也太丑了些。你能不能换一道，让我死的不那么丑的，或者你能死的好看些的？这是什么？这是血玫瑰。你现在看它虽然是银白色的，但是当它扎入你的身体之中，血液就会流入花瓣，将其染成鲜红色，很美。你就是暗河朱影团首领魁，伤得如何？你要是再晚来几步，我可能真的就没命了。用千珠之阵困住他。你剩下的暗器有机会再见了。
宇哥，刚刚专属你那只寻踪猪突然兴奋了起来，我就知道你一定在附近。还好你来得及时。伤不要紧吧？没有大碍。那个唐连月对我留了手，不然我可能真的已经死了。毕竟那是天启城4守护，站在武道顶端的高手。幸好你遇到的是他。玄武使唐连月，一向很讨厌杀人这种事情。胡说！他对我留手，明明是因为对我一见钟情了。你对自己是越来越有自信了。真的？方才他还说我对他使用了媚术。宇哥，你说我会媚术吗？穆家女子多擅长媚术，不过你确实没学过。玄武使见色起意，见色起意啊！先不说这些了，昌河这一路派了不少人阻拦我，他对我们的行踪了如指掌，甚至还传信给了唐连月，这说明朱隐之中有他的卧底。我们必须尽快回到大家长身边。宇哥，你难道就没有想过，这个卧底可能是我？这个玩笑不好笑。这不是玩笑，我确实犹豫过。虽然直到今天，我还没有做过违背当年誓约的事情，可是宇哥，我迟疑了。我开始怀疑我们存在的意义。宇哥，你和昌河从小便一起长大，这一次，你们真的要向彼此拔剑吗？入朱隐之时，我便立过誓，除非我死，否则我不会让任何人威胁到大家长的安危。我当然记得。入朱隐，乃是暗河弟子莫大的荣耀。等大家长身上的毒解，重新统帅3家，苏家主自会收回成命。到那时，我们俩便不必拔剑相向了。来者何人？苏家，苏沐雨。所谓何事？这个任务，我不能接。哦，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听说过有人敢直接拒绝提魂殿派下的任务，就连大家长也不能更改我们的决定。你有什么理由拒绝？我不想接。这岂由得你来决定？可我知道你的理由。洛南太守张太成，传闻之中是个爱民如子的好官。南方水灾，各州府没有不贪污赈灾粮的，可唯有他开仓赈灾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将贪污之事上报了天启，逼迫天启城派来了督察官，这才让众多百姓活了下来。这是个好人，所以你不想杀？放肆！提魂殿手术一到，便是皇帝你也要杀？什么好人坏人？你是刺客，不是圣人。我不接。哼！传信给苏家的家主，把他论作叛徒，直接杀了！杀了！杀了！苏家那老儿不肯杀，我去。莫急莫急。你看，这不是有另一位朋友来了？参见三官。苏昌河，代号送葬师，苏家崛起的新秀，不逊色于苏沐雨。不逊色？那就是还比不上啊。你来此何事？苏沐雨是我的好兄弟，他想给提魂殿提一个他接任务的规矩。
我兄弟说他有3不接：屠戮满门的不接，不知缘由的不接，不想接的不接。而我苏商和来此也想立一个规矩。你们2个初出茅庐的小子，和我们提魂殿立规矩，大家长都没有这个资格。看来今日提魂殿才要跟你们立一立规矩。二官且慢，我倒是想听听看，你要立的是什么规矩？我要立的规矩就是，所有苏沐雨不想接的，我都接。